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我会变这样，都是爸妈害的，是不是超耳熟？考不好，怪爸妈没送你去补习班；感情失败，说爸妈从小没教你怎么谈恋爱；存款挂零，因为爸妈没留房子。这到底是你的人生，还是爸妈的回忆录啊？不止现代人爱这样讲，古代以色列人也一样超会推卸责任。他们还发明一个金句，常常挂在嘴边：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翻成现代白话就是老爸作死，儿子倒霉。然后神直接出来说，不准再讲这句话了，够了，不准再当精神受害者代表了。以西结书18章1到20节，接到神的特级任务，拆穿戴罪迷思。第4节，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注意了，这句话是全场最重要金句。神说的超清楚，每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不是爸妈没做好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是上一代错了你这一代就永远背锅。用今天的话语就是，你不是你爸的影子，也不是你妈的延伸，你是你自己。来，这一段经文就像一出3代不同命的家庭剧，我们来分3段看。第一段，正义老爸的典范人生。你爸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行公义，守律法，不拜偶像，不欺压人，连借钱都不收利息。这很稀有。第9节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种人，我们给他一个称号，叫上帝认证良民卡。第2段，糟糕儿子的叛逆人生。偏偏这个老爸的儿子走偏了，不但杀人、抢劫、拜偶像，借钱还收超高利息，是变高利贷集团哦。13节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神说得很明白，就算你老爸是天使，如果你自己乱搞，你也照样要自己承担后果。第3段，反转剧的孙子。这个坏儿子的儿子，也就是那个正直老爸的孙子，竟然看到老爸的坏，还选择不一样的路。17节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来了，神不只打破祖宗罪遗传说，还鼓励灵性逆转胜。你不一定要延续错误的家族路线，你可以当那个说我不一样的人。结论，你的命由你做主。20节，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上帝说，你不是别人的备胎人生，你不是命运的代罪羔羊，你有选择，你要负责，但你有机会翻盘。结语，朋友，你爸是个毒亲，你妈是个控制狂，你爷爷是个欠债王。然后呢？难道你要一辈子都活在这些阴影下？以西结说 No， 你不再是别人故事里的跑龙套，你是可以选择自己剧本的主角。别再酸牙怪葡萄了，起来刷个牙，立个志，因为神已经给你一张全新的履历表，写不写由你决定。让我们一起证明属神的孩子不靠祖宗8代，只靠天父的恩典。